嗨，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我是 CJ。目前我所推荐的交易所是全世界排名第3大的 Bybit。现在只要使用我的注册连结，完成了首次注册，并且符合新用户的资格，就可以获得高达1000U 的仓位。而这个仓位呢，大家可以大胆的开，用力的去开。如果亏损的话呢，是没关系的。重点是获利的话呢，还可以提币走哦。这个活动呢是有限时的，请大家赶快加入我的 CJ 大家庭吧。7月份已经结束了，目前已经迈向了8月份。而在上个月份呢，ETF 的流入量呢，比特币的话呢，是流入了高达有60亿美元。而在以太币的部分呢，是流入了高达有46亿美元，这也是创历史以年来最高的一次。那在新的一个月份，比特币跟以太币的 ETF 流入量会是如何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也就是以太币的 ETF，已经流入了高达有20天，就在第21天的时候被正式的终结了流入量，流出了高达有 1.52亿美元，而这也是创历史以来第4多的一个流出量。再来呢，我们看到比特币的 ETF，比特币 ETF 呢，也在本周五，也就是8月1号这一天呢，流出了高达有 8.1亿美元，而这也是创历史以来的第2大的流出量。这就预示着机构对 ETF 的热情正在缓缓的减少，而这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个走势吗？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数据，也就是合约的一个爆仓图。就在当天8月1号的时候呢，合约爆仓了将近有10亿多美元。而占的最大量的呢，依然是多方的部分。多头的部分呢，累积的爆仓量呢，就高达了有 9.2亿美元。这就说明了盘面会有一波的一个回调，而就等待着机构们再次对 ETF 的一个热情后，将会引来盘面的一个涨势。虽然机构正在减少购买热情，但是就在昨晚的一波下杀，上市企业公司跟巨基们又再一次的购买更大量的以太币。而这家上市企业公司是哪一家呢？就是 Sharplink。Sharplink 呢是目前持有43万颗的以太币，而排名呢是在第2名的一个上市企业公司。它在昨天一个晚上呢，花费了5900多万美元，购买了14000多颗的以太币。而不止这样，就连巨金们都在积极的布局以太币。它在昨晚的一波下杀呢，也购买了1000多颗的以太币。但是不止这样，他光3天呢就购买了高达有79000多颗的以太币，将近有 2.9亿美元。所以在昨晚的一波下杀，大家是选择卖掉手中的仓位，还是加大力度去购买？欢迎在评论区跟我留言分享。但是有人买就会有人卖，就在昨天晚上有另外一位巨鲸呢卖出了手中的以太币，而他就是 BigMix 的联合创办人海耶斯。他在昨天晚上呢卖出了2300多万颗的以太币，将近有800多万美元。而不止这样，他还卖出了 ENA 跟佩佩，总共获利了1330万美元。而大家应该会想说，很奇怪，他在7月份的时候才说比特币会涨到25万美元一颗，而在以太币部分会涨到1万美元，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就卖出了手中的以太币？而他的回复呢是说，因为目前呢，比特跟以太币呢还会有一波的跌幅，还未跌到这一波回调的最终位置，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给时间证明一切，看海耶斯是否是卖飞，还是正确的一个选择。就在7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有对俄罗斯进行一个严重警告，而就是呢，他们宣布呢要对俄罗斯进行500% 的一个2级制裁关税，而这是针对他们的一个石油进口。另外呢，如果与俄罗斯有贸易的一个相关国家呢，也要增加100% 的一个关税。所以，如果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的战争，将会终止这500% 的一个2级关税制裁。我们再来看到最后一则新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呢，他就在推特上面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而是针对呢川普对他们进行一个严重警告的部分。他在文章内呢，我以白话方式来叙述给大家。他就说：我们可是战斗民族俄罗斯，我们不像其他懦弱的国家，可以接受你们这样的威胁。你们这样的威胁只会造成我们
离战争更进一步。而就在8月1号，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对梅德韦杰夫进行的一个回复。而他的文章的内容呢，我以白话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你们俄罗斯在今年已经损失了11万多人，而在乌克兰也损失了8000多人，还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这场战争根本就是不必要发生的。而这场战役也是因为拜登时期的关系，我只是想要阻止你们这一场战役。但是大家应该没有想到，美国总统川普会以这样的温和方式来进行回复。而就在今天呢，美国就派出了2艘军舰呢，前往了俄罗斯的一个边境。而他这一个举动呢，也就是预示着他要对梅德韦杰夫这个极度挑衅的一个文章呢，进行一个更加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呢，在这一个未来的一个盘面走势呢，也有可能会因为文字上的一个战争而演变成了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战役。这有可能呢，就会带动呢盘面呢有更加的一个剧烈的影响。好，那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观众，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一定要订阅我哦，还有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加密货币资讯。那我们就明天见，拜。